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时间10号晚的视频讲话中，首次承认乌军正在对俄边境地区发动攻击。面对乌方攻势，俄罗斯方面表示已从库尔斯克州撤离数万人，并在3个州发起反恐行动。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很快就会对袭击俄边境地区的乌军做出强硬回应。 当地时间11号，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负责人巴利茨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冷却设施因乌军当天的袭击而起火，冒出滚滚浓烟。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表示，遭袭的冷却系统位于第聂伯河畔，与发电机组并不相邻。这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基础设施首次因乌军袭击遭受严重破坏。 据了解，目前核电站周边的辐射指标仍处于正常状态，不会对附近居民造成任何影响。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说，乌方的这一行为是对欧洲大陆的核恐吓。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区域内纵火。他同时表示，目前核电站辐射指标正常。 外界注意到，为了打击入境乌军，俄罗斯军方首次将大杀伤力武器在本土投入实战。越境乌军装备了大量北约制式武器，在6号凌晨的突袭中，乌军阵地就出现了几辆德国黄鼠狼步兵车。有观察指出，上一次有德国重型武器进入俄罗斯领土还是在2战时期。黄鼠狼步兵车曾是德军的主力装备，目前已经被淘汰。 另一方面，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9号晚，白俄罗斯空军和防空部队在与俄罗斯接壤的东部边境莫吉廖夫州发现来自乌克兰方向的10几个空中目标，进入其领空后，立即进入1级战备状态，并摧毁部分目标。其后证实，这些都是乌军发射的无人机。卢卡申科透露，剩余部分无人机飞往俄罗斯方向。Мы подозреваем, что это ударные беспилотники, точно летевшие. Нарушив воздуш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Беларуси, летели из Украины. Над территорией Беларуси мы уничтожили. 白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乌克兰的挑衅行为可能是在外部势力煽动下采取的。这一举动是扩大本地区当前冲突的危险企图，并试图将白俄罗斯卷入其中。白俄罗斯外交部强调，一旦冲突扩大，将席卷整个地区，并蔓延至欧盟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乌方无人机越境后，白俄罗斯军方立即进行了部队调动。总统卢卡申科下令该国特种部队和导弹部队向与乌克兰接壤的边境地区移动。根据白俄罗斯国防部11号消息，白俄罗斯一支机械化部队已经进入战备状态。去年，卢卡申科曾经对乌克兰记者表示，只要乌克兰不越过乌白边界，白俄罗斯就绝对不会派兵参与冲突。这次白方军队调动的后续事态受到外界高度关注。此外，俄罗斯对白俄罗斯的政治和安全支持也令乌克兰及背后北约势力有所忌惮。去年3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应明斯克的请求，莫斯科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这与美国长期以来在其盟国领土上的做法类似。今年4月底，卢卡申科表示，俄罗斯已在白境内部署几十枚核弹头。分析认为，此次乌克兰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进入俄罗斯领空，或许是对白俄罗斯与俄罗斯关系底线的试探。值得一提的是，北约对白俄罗斯一直十分不友好，多次干涉其内政。北约多次军演就在靠近白俄罗斯方向，而俄罗斯则是白俄罗斯的重要盟友和支持者。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之间保持着亲密关系。去年6月，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军集团发生兵变，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第一时间出面调解，并主动担任中间人的角色，与瓦格纳创始人普里戈任进行谈判，并接受瓦格纳部队迁往白俄罗斯。在普里戈任遭遇空难死亡后，卢卡申科曾强调，瓦格纳集团的核心力量仍留在白俄罗斯，人数约为1万人。